孔陀这部短片之所以引发观众热议，不仅因为它讲了一个穿越题材的新故事，更因为它塑造了一个命运抗争者的典范——孔陀。原本她只是小说设定里一个注定要被替换、下凡、死于火海的前传女主，却因为她不愿屈服、不甘沉沦的强烈求生欲，整个剧情被她硬生生拽出了原有的轨道。故事从一开始就将我们带入一个设定逆天、张力十足的世界。传统穿越文中，原女主往往是主线焦点，而被替代的角色注定黯淡。然而孔陀的出现却颠覆了这个常规，她不仅没有安于命运的安排，反而步步为营，杀出一条血路。她的眼神中，从惊慌到冷静，再到坚定，都是对命运的一种抗议。正因为这种不屈，她得以继续存在于本不属于她的世界。而她存在的每一秒都是对主线的挑战。这个角色身上不仅仅有女性觉醒，更有自我主权的觉醒。这部短片其实是在用极具视觉与心理冲击力的方式，讲述一个关于如果不认命会发生什么的故事。孔陀最让人惊喜的一点，就是双女主并存的设定。在大多数传统设定中，穿越后的新女主往往是唯一的主角，原设女主要么退场，要么黑化。然而，这部短片却没有走这种简单的对立路线，而是让两位女主共同存在，彼此博弈，彼此成就。孔陀并没有选择被淘汰，她与新的穿越者之间既是对手，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镜像关系。他们都在争夺主角的身份、王位的正统，甚至连情感线也发生了激烈碰撞。这种设定极大地丰富了人物之间的张力。而更令人深思的是，两位女主的对比也给观众带来了价值观的反思。什么是命运宠？是顺从设定、按部就班的替代者，还是奋起反抗、不认命的援助者？观众在两人之间不断摇摆，情感上一次次被拉扯。最终我们发现，这部短片真正的高潮不在于谁赢得王位，而在于谁活得更有尊严、更有价值。情感线一直是古装短片中最容易流俗也最难处理的部分，而孔陀的情感线堪称典范。它不是单纯的爱恨纠缠，而是一场包含了征服、认知、反转的复杂心理游戏。孔陀的未婚夫原本是设定中应该爱上新女主的角色，然而当他面对这个并不按剧本走的孔陀时，却被其刚毅与不屈深深吸引。从最初的怀疑到逐渐欣赏，最终彻底被征服，这种情感转变非常真实、动人。重要的是，这种感情不是爱情至上的童话式追逐，而是一种基于人格魅力与精神碰撞的认可。孔陀没有为了爱情去讨好对方，也没有被情感牵着鼻子走。他首先争取的是自我价值，而不是感情依附。在当今女性观众日益增强的情感独立需求中，这种处理方式显得尤为高级。她不靠男人活着，男人却因她而改变。家庭关系在古装剧情中常常被淡化或符号化，但孔陀却将母亲与弟弟的态度变化作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。这一点极为精妙，令观众倍感真实与触动。一开始，母亲和弟弟对孔陀的反抗是迷茫甚至抗拒的。他们习惯于听天由命，对于孔陀的挣扎甚至觉得是逆天。但随着孔陀不断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坚定、智慧与成长，他们开始动摇，并最终转向支持他。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人物情感的起伏，更象征着一种家族文化与价值观的觉醒。原本被传统束缚的一家人，在孔陀的影响下，也开始质疑既定命运，开始相信一个人的反抗足以撼动整个体系。这也正是孔陀的内核，你的改变可能是改变世界的第一步。当孔陀被卷入王位的纷争中，这不仅仅是一场宫斗戏那么简单，他面临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，是为了活命而退让，还是为了尊严奋起反抗？这是一场新的战争。王位本身未必是他真正的目的，但当这个王位成为他身份、命运的象征时，
孔陀选择不再后退。他明知对手强大，明知没有人支持，明知失败的代价可能是死亡，却依然选择了抗争。这是最打动人的时刻，因为它体现的是尊严的意志。他不是为了权力而战，而是为了证明他的存在不是意外，而是命运里真正的主角。这一段剧情张力达到顶峰，人物的情感，观众的共鸣也达到了极致。每一个台词，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次坚定的步伐，都在敲打人心。一个细思极恐的设定，谁在操纵这一切？剧情中的设定者是否还在幕后操控？观众会发现，故事其实隐隐透露出一种虚拟操控的悬疑气息。在原本的设定中，孔陀应当只是背景板，但当他开始拥有自主意识，逆流而上时，那些原本看似安排好的命运就开始崩塌。他反抗的不只是另一个女主、家人或制度，更像是在反抗整个世界剧本。这让人不禁想到，我们每一个人是否也活在某种设定中？如果我们不反抗，是不是就只能按照别人的剧本走？这部短片在短短的篇幅内，向观众抛出了一个极具哲学性的思考：命运到底能不能被打破？而答案正藏在孔陀坚定的眼神中。在人物塑造方面，孔陀最成功的一点在于让一个边缘角色实现了华丽逆袭。孔陀从最初被放弃、无力，甚至懦弱，到最后强大、自信，主导全局，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成长弧线。他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一步一步的咬牙坚持，在一次次打击中愈发坚韧。他没有所谓的金手指，一切都靠头脑、胆识与意志。这种漫然式的成长方式极其真实，极其动人。他不是天生的强者，但他凭借意志变强。对于观众来说，这种成长最具感染力。我们看到他跌倒，也看到他站起，那种共鸣感直击人心。现代短片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极短时间内抓住观众，而孔陀不仅做到了看不瞌睡，还做到了欲罢不能。节奏紧凑，转场精准，镜头语言极富张力，尤其在人物对峙、反转爆发时，情绪配合背景音乐，营造出极强的代入感。美术与服化道也极为考究，既有古韵的美感，又不失新派的简约感。这种古今交融的视觉美学，恰好契合了穿越题材的氛围。这不仅是一部剧情好的短片，更是一部极具影视美感的作品，展现了团队极强的审美和技术把控力。孔陀之所以令人动容，还因为他讲述了一个女性如何从依附中挣脱，走向独立的过程。她不再是别人的婚约对象、家庭的牺牲品、制度的工具，而是一步步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宰。她的反抗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深思熟虑。她不靠男人，不靠系统，不靠命运的眷顾，只靠自己。这一点对当代女性观众尤其具有强烈共鸣。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强人，却比任何女强人都更真实、坚韧、有力量。她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强大是内心的坚定，而不是外在的权势。作为一部短片，孔陀既不是大 IP 改编，也不是流量主演，却能掀起如此热潮，靠的不是噱头，而是内容的硬核。他以短为体，却写出了大格局、大主题。他借古讽今，借虚构映照现实。他告诉我们，命运不是天定的，角色也不是系统安排好的。每一个看似无力的普通人，只要不认命，都有改变世界的可能。这正是当代年轻人最需要的精神图腾。而孔陀正是在短短几十分钟内点燃了这种信仰。